美股三大指数都已经出现了黄足短期超买状态，标普500呢已经转为了多方带，纳指的空方带也已经在收窄。这个位置会不会是下跌趋势转为上涨趋势的回调高点呢？美股几时要获利了结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周末视频反复强调了美光跟闪迪的乌云盖顶很有可能是机构用来砸盘接货的骗线行为。本周连涨2天，闪迪呢还突破了乌云盖顶的阴线高点。那么接下来的话应该如何的操作？MD 呢，昨天开盘之前就跟大家讲了，财报好不一定会上涨，但是跌下来就是加仓的机会。MD 呢如期大跌，那么这里能加仓吗？应该如何去低吸呢？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5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三大指数呢都已经进入到超买的状态，什么时候呢应该止盈离场。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的话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AMD、美光、闪迪、苹果、谷歌、甲骨文呢，以及一些学员问到的 LITE。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那接着我们进入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首先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是来看一下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可以看到纳指呢这一轮的这一个上涨，可以说呢特别的强势啊，它已经进入到这一种超买的状态。好消息的话呢，无非是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呢飘带在急剧的收窄，非常大的这种概率性呢要转为这一个多方带，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期待啊，看一下它能不能呢转为这一个多方带，像4月份一样迎来一波呢差不多将近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上涨。那么对于纳指这一轮的一个上涨，有关注我们频道或者行情广播的小伙伴应该呢都知道 Josie 给这一轮的这一个定义的话呢，它叫做报复性的这种反弹。什么叫报复性的一个反弹呢？就是反弹的时间它会是干嘛很快，但是呢反弹的空间跟力度它都会特别的大。所以我们是一直跟大家讲，这一轮的话呢，你这边有预期它的一个短期呢能大涨，但是不一定能反转。它呢除非能看到收到了一根阳线回补了这个缺口，那么呢它就有这个概率能形成反转行情，不然的话呢都当做这一个反弹对待。好消息无非是已经呢回补了这一个缺口，非常大的概率它要形成这一个反转的行情。当然包括呢在这一个底部起来的时候，我是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轮的反弹它跟前面这一些位置都不一样，因为它日线上已经出现了聚宝盆形态。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它就是在3月底4月初形成的聚宝盆，然后转了差不多有2个月的这一个时间。那第二个的话呢，是它的周线回踩到多方带，并且机构低吸信号都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当中是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轮的反弹的话呢，它跟前面都不一样。现在能看到它已经呢即将要转为多方带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期间当中啊有赚钱了的这一个小伙伴，记得在我们评论区当中回复一个888，我看一下最近大家这一波行情有没有捕捉到。那么回到我们目前的这一个纳指身上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呢这一个飘带它由空方带转为多方带的过程当中，有70-80%的这种概率呢，它都要有一个回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回踩它有时候是为了走得更好。目前来讲呢，纳指它就是处于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看一下它在这里，如果说我们能看到它在这里黄足消失收阴线，干嘛进行一个跌破了，或者说黄足消失收阴线，虽然说没有跌破，但是呢走出来了一个3日顶分型形态的，那么都意味着这一个位置当中呢短期已经反弹结束了。我们该止盈的学员呢一定要先落袋为安，等回来了之后，如果能在多方带的位置进行一个止跌企稳的，那我们呢就2次上车啊，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呢再去加仓。没有进场的学员，那么这个位置就是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进场点。
那相反，如果它一直都是一个黄烛状态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拿着，拿到什么时候？拿到9号 K 线再说。因为目前呢，它才一个上涨结构4，距离结构9还有很长的这一个时间，不一定能走到结构9，但是它一直黄烛的，那我们心里边有预期，它在这里没有涨完，它还得继续往上涨，涨到什么时候？涨到9号 K 线之后再说。所以有这一个纳指的学员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一个黄烛信号会不会消失不见，像前面这一个位置一样，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你会发现呢，后边都有一波呢比较大的这一个调整在等着大家。那如果它继续的黄烛的，那你就继续的拿着就行，说明它没有涨完。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一轮能不能直接的走到上涨结构9，能走到上涨结构9的话，那起码呢，它要等到下周啊，它才有可能会走完这一波行情，那就值得大家去期待了。所以有的学员关注一下这2个信号。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说我不是这一个弟子班学员，我看不了黄烛信号的，那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呢关键的这一个价格，关键的价格当中啊，第一个关键的这一个主力的话，也就是说这一个纳指呢并没有黄烛收阴线跌破，继续往上去涨的，那么第一个关键的这一个阻力位的话呢，应该就是在 0.809 的这一个价格，大概来讲呢 26,662.12， 可以看到今天最高点的话呢是有打到了这个价格，来到 26,679.91 的。当然稍微比较遗憾就是收盘价终究呢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它是收跌了回来的。那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 0.809 的这一个阻力位还是比较大的，它也是前期的这一个平台的位置，属于双重的阻力，所以大家也能看一下啊，就是在 26,662.12 的这一个价格，假设呢它在这一个位置收到的是带有一根长上影线的这样的一个阴线，形成一个3日顶分型形态的，那我们心里边有预期啊，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止盈离场。相反，它在这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阴线，它收到的是一个阳线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拿着往上去看，再去看哪里？再去看的就是这一个历史高点的这一个价格了。那我就觉得从这一个价格 26,662.12 的这一个价格到它的这一个高点的位置，基本上呢就没有特别多的一个阻力了，它要去创前高，它应该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所以价格上呢，阻力位先看一下 0.809 的这一个价格。那第二个的话呢，止盈的位置的话呢，大家可以定到哪里？可以定到前面的这一个小平台所在的位置，大概来讲应该是在 26,316.81。如果说纳指后边反收一根阴线把它跌破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先止盈离场，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那我们就继续的拿着，任由着它呢继续的往上涨就可以了，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这个价格。那从时间上去看的话呢，下一个重要的一个变盘点的一个时间是在11号，那大家关注一下，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周一的时候呢，它是选择了一个阳线回补这一个缺口的，我们就给大家讲过，回补缺口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加速的一个变盘。那我们拿一下啊，看一下到下周二的时候，如果说它是一路走到下周二的，那么大概率来讲，下周二它应该会是一个高点的变盘，它可能呢要往下去回调，所以大家可以先注意一下，这几天的话呢，它是连续上涨的，还是在这里它先跌？如果它是先跌的，那么到了这一个下周二，它就比较容易会形成一个低点的一个变盘，它一路涨上去的，那么它就比较容易会形成一个高点的一个变盘，好吧？这个的话呢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讲到的点。那接着呢来看一下呢这一个标普500，标普500的话跟这一个纳指差不多啊，其实道指也一样，都已经进入到这一个超买的状态当中。好消息的话呢是标普500它已经出现了转为多方带的一个迹象，今天的话呢刚好转为多方带，并且标普500已经创了前期的历史新高，纳指还没有创新高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标普500跟纳指之间两个指数呢，它会形成了一个顶背离啊，但是要注意一下啊，顶背离不是出现了之后呢，它就一定会下跌。还有一个点，可能这一个标普500它拉着这个纳指一起去创新高，那么这种也是相对比较正常的。不要看到呢这一个标普500创新高，纳指呢没创新高啊，就觉得它是顶背离要跌了，不一定的啊。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一个点。那么先回到标普500身上，刚刚给大家讲过了啊，它也是进入到这一种超买的状态当中。
既然超买但是没有确认继续的黄烛，我就希望你们可以拿着了。等到它涨无可涨，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了的话呢，那我们就干嘛？就止盈离场。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的，那我们就止盈离场，说明这个位置它会形成一个高点，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它一直都是黄烛的，那就说明它没有涨完。没有涨完，那我们就继续的拿住，它还得继续的往上去涨，好吧？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的啊，这个上边的是纳指，下边的话呢是标普500。清楚能看到标普500是已经创了这一个前期的历史新高，纳指它还未创新高，但是的话呢，不能说在这个位置纳指呢它就已经涨完了。如果说接下来纳指干嘛继续的往上去收这一个黄烛，继续往上去涨的话呢，那么很有可能这一个标普500它拉着这一个纳指在这一个位置形成的呢是一起齐创新高啊，那就没有问题了啊，那就没有问题，那就说明两者之间不存在呢顶背离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真正的一个顶背离的话呢，是前面已经走完了一个顶部啊，而且是明确的这一个顶部，第二个位置在这里呢也结束了啊，比如说消失，黄烛收阴线跌破了，形成了一个确认，那么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就是一个两个顶部之间的背离，那这个叫顶背离，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走出顶部的这种形态，所以呢不一定说它在这里就已经顶背离的状态，它有可能这一个标普500拉着这一个纳指去创新高的，那么这里就没有问题了，好吧？这个呢是给大家稍微去讲一下。那接着来看的话呢，是这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费城半导体指数我已经很明确跟大家讲到的一个点啊，就它在这里必须要给我突破这一个 0.382 的位置。很开心的一个点，今天能看到已经收阳线，突破了呢12053.6的这个价格，而且是实打实的阳线收盘价，把这一个12053.6的这个价格呢给进行了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啊，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啊。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得去看一下它在这一个位置突破的同时能不能呢进行一个企稳，也就是说呢费城半导体指数最好呢可以再来一根阳线去确认这一个位置突破有效啊，千万呢不要就是突破完之后呢第二天收一根阴线就给它跌回来了，收一根阴线给它跌回来的，那么这个位置它叫做假突破。假突破的话呢，它反而是比较容易见高点的，所以对于费城半导体指数有关注的这一个学员，要关注的点是 0.382 的这一个价格，它能不能再来一根阳线，而且呢，最好是一个中大阳线啊，去确认这里突破有效，能在这里确认它突破有效的，那么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啊，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它还得继续的往上去涨。往上去涨的话呢，涨到多少钱？涨到这一个 0.5， 大概来讲12550.36的这一个价格是它下一个呢必须要去突破的这一个目标啊，它也是呢往上去看的话呢第二个关键的这一个阻力位，所以对于费城半导体两个价格都要关注，第一个就是再来一个阳线，把12053.6的这个价格给进行一个企稳，第二个的话呢一旦能企稳，我们就能往上去看 0.5 的这一个阻力位12550.36这是两个关键价格，但要注意的一个点，目前呢，这一个费城半导体仍旧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的状态，而且反弹已经触及到空方带，需要谨防它在这一个空方带的位置收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的这一个形态。什么叫6种见顶形态讲过的3日顶分型这是特别的标准的。还有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或者呢这一个阴包阳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十字星之后选择向下变盘等等，那么这种都是非常常见的见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一旦出现的是这些见顶形态的，那我们就先落袋为安，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拿住，好吧？这个是费城半导体的日线，接下来来看一下呢它的周线，我觉得它的周线还相对比较好看的，可以看一下它周线上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的这一个信号，而且特别漂亮的一个点因为本周没有走完，所以我不大确定本周看一下能不能呢是一个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可以的情况下，那么意味着呢这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它应该来讲它是要起的了，因为你看一下
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上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是在这里4月份，再上一次出现是在上一年的4月份的这一个时间，所以你会发现从去年的2025年4月份到现在，费城半导体指数它在周线上总共呢就出现过3次每一次出现都有一波非常不错的这种行情，而且它不是1天2天能走完的基本上来讲，一旦周线出现的这样的机会，最少我不是说它只有它是最少都会有2周以上，正确来讲它应该是能走出1-2个月的这样的行情的。所以目前呢这一个费城半导体指数我会觉得它的走势特别的漂亮。看一下呢，它在周五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弟子班学员的，看一眼它的这一个蓝烛能不能呢就是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可以出现的话呢，那么意味着呢它的这一个机会要来了，好吧？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这个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记得帮 Joyce 呢点赞跟订阅。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来看一下个股的情况。个股的情况首先来看的话呢，就是特斯拉我看到评论区当中有学员去讲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Joyce 呢只给大家讲了怎么样去拿住，怎么样去止盈离场，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怎么样去买点。但买点的话，我觉得真的只要是有关注的话，应该都有出现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7月31号的这一期行情广播当中，我应该是有很明确的告诉过大家了因为当时呢特斯拉在这一个位置白烛消失不见，但是呢收到了这个阳线，没有突破白色 K 线的一个高点，所以在7月31号这一天开盘之前，也在上周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了你干嘛没有进场的，你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收一个实打实的阳线，突破白色 K 线的高点309.06块，能收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考虑进场了。然后的话呢往上去看多少的阻力位，327.1块8的阻力位，没能突破的话呢，那你就再等等。那你看一下我讲完之后，这一天它是不是收了一根阳线，突破了白色 K 线的一个高点，那么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买点买点买完之后，我还跟你讲了，看到多少327.1块8的阻力位，今天最高价来到了329.5块，收盘价收到了327.3块，是不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个阻力位它也已经打到了呀？所以我不确定为什么有学员会讲到说我只给大家去讲这一个买点讲怎么止盈，从来没有给大家讲过这一个买点它也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去的呀。你在中间这一边下跌的时候，你再怎么买你都赚不了钱。我们真正要去做的这一个买点，一定就是它要启动的时候，在这一个位置去买，买完之后呢连续往上去涨，这样子多开心是不是？那么回到这一个特斯拉身上今天它竟然呢已经收盘价突破了我们讲到的327.1块的这一个阻力位，那么抬高我们的目标价。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讲，往上去看的话呢，关键的这一个阻力位当中，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一个阻力位就是这一根背量阴线当中它的一个高点的位置342.1块，也是因为财报不及市场预期之后大跌下来这一天的一个高点。不用想，这一天当中它一定会有大量的一个抛压在这里，它只有呢把这一根阴线的这一个高点342.1块的这个位置给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那么它才有可能干嘛？打开上涨空间，打开上涨空间可以往上去看，可以看到呢357.5块，这个价格它也必须要去突破。这些价格呢基本上它没能突破的情况下，都只能当反弹行情去对待，它反转不了。所以对于特斯拉来讲，再往上去看的一个关键的阻力位，它既是呢这一个大阴线高点的位置，也是呢这一个空方带下沿的这一个价格，所以它一定会有双重的阻力在等着大家。有这一个特斯拉的学员，你就看一下它补缺口的时候，它是接下来是阳线进行回补的，那么你就给我拿着阳线补的，拿着打到了这一些价格之后，它给我来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它给我来一个干嘛3日顶分型形态的，它来给我来一个的是十字星干嘛向下去变盘的，那我们这边都有预期这个位置它就得往下去跌，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那你就干嘛？那你就可以继续的拿着，只要收阳线的情况下，那么它都有呢会去补这一个缺口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就拿着
打到了这一些个价格，收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一些见顶形态的，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这里先落袋为安，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那接着再给大家呢去讲的就是英伟达。英伟达我觉得也特别神奇的一个点啊，这个位置不要跟我说没有进场啊，这一天开盘之前我就跟你们讲过，要么呢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进场，要么呢收一个阳线突破这一天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点去进场。所以在这里直接周五的时候一个阳线形成了2种买点的这一个形态，所以提前跟大家讲过怎么样去买的。今天的话呢跳空高开，但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点啊，我是不是给大家去讲过，就是呢这一个英伟达往上去的时候，关键的这一个阻力是在213块2毛7，今天最高价来到了213块06啊，跟我讲到的价格差了2毛1，不到3毛钱的这一个价格就开始遇阻回落了。所以对于英伟达来讲啊，今天第一个关键呢要去突破的这一个阻力位的话呢，那么就在213块钱的这一个位置，213块2毛7啊，准确来讲这个价格我觉得它要去突破的话呢，应该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点。我觉得对于英伟达来讲，最主要的一个阻力的话呢，我会看的啊，应该是在 0.618 的位置，218块7毛7。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在黄金分割比例当中讲到的啊，0.618它是一个干嘛？强势反弹，强势反弹它是有很大的概率要创新高的。所以对于英伟达来讲，213块2毛7的这一个价格其实还好，就是我不觉得它呢有多么的重要，最重要的应该是在218块7毛7的这个价格，这个位置它如果能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突破的，那么它是有非常大的概率它要创新高的，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一个行情啊。假设说打到了这一些价格啊，达到了213块2毛7或者218块7毛7的这一个阻力位之后，它给我收一个3日顶分型的，那我们心里边有预期啊，这个位置我们就先止盈离场，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收到都是阳线的，那你就要记住继续的拿着啊，它很有可能干嘛要去突破这一个强势反弹，进而呢去创新高的。所以有的学员关注一下这2个主力它是怎么样的去触及的，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英伟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AMD。AMD 的话呢，昨天开盘之前我给大家去讲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时它在这里收到这一个底分型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啊，这一个顶分型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一个阳线还是一个阴线。如果说它是一个阳线的，我是不是要让大家讲过了啊？买阳不买阴，卖阴不卖阳，也就是说阴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买，阳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卖。它虽然在这里形成的是一个3日顶分型，但是它是一个阳线，不具备呢卖点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让你们拿着。然后今天跳空高开上去，但是跳空高开上去，因为有这一个财报我也跟大家讲啊，它盘后会有这一个财报，符合预期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财报好不代表它就能涨，参考一下像台积电啊，像这一个三星电子啊等等，他们都是财报很好，但是就是不涨，反而呢还大跌。不过个人的这个观点啊，假设说财报没及预期的情况下跌下来，个人的观点是它就是一个加仓的一个机会。今天我们能看到盘后现在也是一个大跌，观点还是一样嘛？想跟大家讲到的一个观点，想要跟大家讲到的一个点是观点不变，我会觉得 AMD 在这个位置跌下来的话呢，那么是一个合适的加仓的一个位置，只是说呢我们在什么时候呢去加仓，怎么样去加仓而已。所以对于 AMD 个人的观点，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啊，盘后现在是大跌的，它真的跌下来的一个情况下，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加仓的一个机会。那么怎么样去加仓呢？那么给大家去讲一些关键的价格啊，讲关键价格我又得去回想一下，你看一下昨天啊，在开盘前讲到这2个价格啊，最高价的时候 0.618 523块3毛4，今天最高价就是打到了这一个530啊，打到了这一个阻力位之后，开始呢遇阻回落，最后收盘价是收跌了回来，没有突破这一个阻力位，然后盘后呢就开始大跌了啊。那么对于这一个 AMD 的话呢，跌下来我觉得
哪些位置是比较好的一些抄底的机会啊。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啊，如果说 AMD 这一轮的下跌能跌到哪里，能跌到这个缺口附近，我觉得它不一定能跌到这里啊，我觉得它不一定能跌到这里。它基本上来讲啊，补缺口肯定是一件大概率的这一个事情。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它跌下来的时候，如果它直接给我跌到这个缺口附近的，那么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加仓的一个机会啊。真跌到这里的时候，想要就是加一下仓，然后去平一下自己的这一个成本的，我觉得呢可以，我觉得这里没有问题，能跌到这里的，那么你们可以考虑在这里加仓，这是第一个点。但是问题是它不一定能跌到这里，跌不到这里怎么办？那你第二个的这一个判断能去加仓的这一个点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分时图，你看一下它的分时图，今天低开下来了之后，你看一下它的分时图是低开之后一路低走的，那么呢它就不具备呢这一个加仓的这一个机会，我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再等一等啊，可以再等一等。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跌下来了之后，低开完之后，它就开始干嘛 V 型上去，开始呢低开高走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可以考虑呢在这里去加一下仓，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的话呢，看不懂分时图也跌不到这一个价格的，那怎么办呢？那你就看一下它的60分钟图，来看一下呢它的60分钟图上，因为你看在尾盘的时候，其实60分钟图已经出现过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的这一个信号，所以在最后的2个时辰的这一个交易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呢就是比如说你做超短线，或者说呢不确定它的这一个财报的话呢，你看一下在尾盘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出现过卖点的这个形态。那如果说我没有卖的，那没有办法了，那么跌下来的时候出现什么样的形态你可以去买呢？那么我们讲到的建仓买点的一个形态，什么叫建仓买点？第一个出现价格便宜，跌下来了之后如果能出现价格便宜，第二个能出现聚宝盆形态的，这2个形态它能出现的一个情况下，或者说呢它没能出现聚宝盆，但是能出现价格便宜的，后边它选择一根阳线给它突破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我们60分钟图上可以去加仓的一个点。所以对于 AMD 啊，还给大家去讲一下，如果想要去加仓的啊，不是说随意的去加，根据我刚才讲到的那3个点，要么呢就是在缺口位置的时候跌到了这里，你价格来讲稍微比较合适，你可以考虑加仓，要么就看它的分时图低开高走的话，你可以选择在这个位置去加仓。第三个，在这一个60分钟图上跌下来出现白色 K 线并且消失确认的，那么可以选择在这里去进场。这3个条件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那我们呢就再等等啊，能出现的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这里呢去加一点仓，去平一下我们的这个成本。总体来讲，对于 AMD 呢，个人的观点还是没有变，我觉得它仍旧是一个有投资价值的一个股票，涨多了有一个正常的回调，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情，好吧？那这个是讲到的这一个 AMD。那么其实对于现在目前的这一个市场当中啊，大家能看到基本上呢股票涨得都非常的欢腾啊，但是的话呢股票它现在也不是一个普涨的一个状态啊，不是所有的股票它都能涨。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市场永远存在着28法则，也就是说20%的人他是赚钱的，80%的这一个股票呢它是亏钱啊，或者说它是不赚钱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怎么样呢去选择这20%的这一个股票？那么针对呢大家的这种问题的话呢，我们在本周当中是给大家呢推出来了一个新的一个课程的系列，叫28分化之下财富新路径，就是会给大家去讲一下，就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我的一个投资策略究竟是要怎么样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分化市场下，如何去锁住我的财富的利润啊？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本周给大家推出来的这一个课程。那么第一节课程的话呢，是会在我们明天上午的这一个10点钟跟大家呢去分享。那如果说不知道在当前的这一个市场呢怎么样去赚钱的，那么可以来我们内部的这一个课程。那同时在这一个位置也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对于这一些期权的这一些课程感不感兴趣？因为 Josie 呢正在策划
就是要不要专门去邀请一个老师的话呢，给大家呢进行1个月的这一种陪跑的一个计划。那么这1个月的陪跑计划当中，不是说告诉你怎么样买怎么样卖，而是手把手的教着大家呢，就是怎么样呢去买，怎么样呢去分析这一些股票的买卖点，怎么样去选股，以及呢关于一些呢期权的这一些内容之类的。那么会有1个月的陪跑的一个计划。那问一下大家，就是感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可以在评论区给 Joyce 留言。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会在8月份的时候给大家呢推出我们这1个月的陪跑计划，好吧？那接着呢来看一下呢第3个股票啊，第3个股票的话呢来看的就是美光。美光当时在这一个位置出现一个乌云盖顶形态的时候，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的一个点？你说我呢就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一个位置的高点的价格选择止盈离场的话呢，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做的就特别的棒。但相反，如果说我没能在这一个高点的时候离场的，而且这一天还出现了一个干嘛乌云盖顶的这一个形态，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乌云盖顶它普遍呢是一个高点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但有时候呢机构它就会利用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去干嘛骗线。所以在这一个位置出现一个乌云盖顶的时候，我在周末的这一期视频，我是不是给大家呢明确的去讲过的乌云盖顶的2种用法？一种是机构用来洗盘接这一个便宜筹码的，也就是说他故意的通过这一根高开低走的这样的阴线，把大家的这一个手上的这一个筹码呢给震出来，然后的话呢在低位的时候去接这一个便宜的筹码。还有一个的话呢，它就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它要形成一个高点往外去出货，这个是对于乌云盖顶的一个用法。那么怎么样呢去发现它究竟是哪一种？我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如果说你在这一根高点的位置你都来不及呢在这里减仓或止盈的，那你就不要呢卖在一个地板的一个价格，你就以乌云盖顶的高低点的这个位置，你给我画一个箱体，画完箱体之后，它来一根阴线跌破呢乌云盖顶当中阴线的这一个低点的，那不用讲，这个位置呢它就真正的要去出货，那我在这里该止损的得止损，该止盈的呢也得止盈。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阴线跌破的，它选择的是一个阳线突破它的一个高点的，那就证明了这个乌云盖顶是机构故意所为，它只是为了去干嘛砸盘接货而已，然后的话呢把那一些不坚定的学员给震出去。那这个呢就是乌云盖顶的2种用法。我当时在8月2号也就周末的时候，我又给大家去讲了这个观点，我就是害怕大家刚好干嘛成为了被震出去的那一个，让这一个机构的话呢去接住了这一个便宜的筹码，所以就提前跟大家去讲了这一个策略。讲完之后你看一下周一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些机构真的特别的狡猾，就极致的低开完之后还向下走低，很多人就会在受不了了，在这里选择离场，一离完场，然后接下来呢咔咔咔的往上去涨，最后收盘价收在了这一天的阴线低点之上，就收上去了一点点，没有符合到我们要离场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吧。所以你要么你真的就很厉害，你要么就在这一天去卖掉，你能在这个高点卖掉的时候那很厉害，没有的话就不要让自己卖在一个地板的一个价格。然后的话接下来今天跳空高开，你但凡在这一个位置敢去离场的，那么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跳空它就跟你没有关系，你就真的就是卖在一个地板的一个价格。好在的话呢，就是不管是在视频包括盘前的这一个解析，我都反复去强调了这一个点问了一下大家基本上来讲都没有选择在这一个位置被震出去，然后今天的话呢也拿到了这一个7.62%的这样的一个涨幅。但是要注意的点目前美光仍旧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的，要谨防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的这一个形态的一个出现。那晚上去看的话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阻力位0.382的位置，它到现在都没有突破935块4毛2的这一个价格。上一轮的这一个高点的话呢，它其实差一点点有触及到它，但是没有进行一个真正的一个突破欠了就少了一点点，它收到了930，没有打到的这个价格就开始往下跌。所以目前来看935块4毛2的这一个价格仍旧是美光必须呢要去突破的一个阻力位，它只有突破这一个0.382的位置，它才有可能会形成反转行情，不然的话呢只是一个反弹行情而已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刚才讲到
它的反弹已经触及到空方带了。那么要谨防6种见顶形态的一个出现啊，大家可以截一下这6种见顶形态包含哪一些，有出现的这一个情况下，那我们选择呢就止盈离场，没有出现的话呢，那我就继续的拿着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一个阻力位给有效的突破掉啊，看一下它能不能继续阳线把它给突破掉，收到这6种见顶形态的，那我们呢就选择在这里先止盈留一场先，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美光，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闪迪，闪迪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啊砸盘出货，你看一下它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乌云盖顶形态，出现完之后它在周一的时候盘中也是跌破收盘价收了回去，今天来了一个阳线，把阴线的高点给突破，形成我们讲到的乌云盖顶的一个明确的洗盘的一个结构啊，但凡你在这里你敢出去的啊，那你就会发现中间来来回回你差不多损失了15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好吧？那么这个美光的话呢，现在既然已经突破了啊，大家看一下能不能再来一个阳线啊，确认一下这一根阴线的突破它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它能不能再来一个阳线，站回到呢这一个1404.99的这一个价格之上，就再来一个阳线，那么呢会更加的有把握。能出现的这一个情况下，那基本上大家心里面都知道啊，就这一个乌云盖顶它就是用来砸盘接货的，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这一个闪迪跟美光一样，也是反弹触及到空方带的位置了，收到我们讲到的那一些见顶的形态啊，不管是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还是我们讲到的3日呢顶分型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还是阴包阳的这一个形态，或者带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阴线，以及的话呢我们讲到的啊就是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等等啊，但凡出现这一些形态的，那我们心边就有预期啊，它的反弹可能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就先获利了结。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它出现的是阳线往上涨的，那就没有问题，那就说明它没有涨完，你就可以呢继续的去拿着它。那这个呢是讲到的闪迪，那接着给大家去讲一下的话呢，就是闪迪一个关键的防守位，防守位的话呢，我觉得我定的有点低啊，但是其实你是可以定到呢今天这一个阳线1/2的实体的位置。但我稍微来讲会定的比较保守一点，因为它每天的波动太大了啊，我会定到呢今天的这一个阳线低点的位置1340块钱。如果说这一个闪跌反过来跌破它的啊，那没有办法，该止盈的肯定呢得止盈。但我觉得这个位置定的稍微有点低，你们可以定到哪里？可以定到今天阳线1/2左右的位置都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定到1/2左右的位置也是可以的啊。当然如果它是率先出现我们刚刚讲到的那6种形态的，那我们就得跑啊，不是说一定得跌破它你才得走，是说它先出现了那6种形态，没有是说呢它在这一个位置没有出现这6种形态，而是选择跌破它的时候，那我们就走。所以你可以根据这6种形态去离场，或者根据这一个价格去离场，2种都可以，好吧？那这个是讲到的闪跌，接着再给大家去看一下闪跌的周线，也是一个机构低吸状态啊，给大家讲过，本周没有走完，所以我不大确定它会不会就是一个机构低吸转为做多，可以的这一个情况下，那对于闪跌来讲啊，它也会出现这一个机会啊，所以看一下吧，到周五的时候瞄一眼闪跌的这个周线能不能拦足消失收阳线，哪怕说收了这个阳线没能突破拦足的高点，它只是一根阳线，那么也是可以的啊，也是一个就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阳线的话呢，那么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呢也可以呢算是周线上止跌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一旦周线上具备机会，那么真正的机会它就来了，周线上没有出现机会的，那么日线上呢哪怕有机会它也只是一个反弹而已，好吧？这个是讲到的闪跌，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甲骨文。甲骨文的话呢，一路跌下来给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啊，但是你看一下啊，就有时候就很难讲，我就给大家讲过，没有什么方法100%的啊。你看一下这一个位置的时候，它是不是收阳线突破？但是呢，跌破了，所以跌破这个位置要不要止损？要，因为没有人能确定它的接下来会不会继续往下去跌，万一它继续往下跌怎么办？你包括在这里是不是也触及到要止损啊？该止损的时候就一定要止损，但是你会发现，像这个位置
它就形成了这一个价格便宜确认之后，它没有跌破我们的止损位，它就开始往上去涨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没有100%的方法，该止损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止损。那么这一个甲骨文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啊，它现在已经黄竹状态了，只是未确认。能看到的一个点，它的飘带已经在急剧的收窄了，毕竟也跌了这么的多啊。如果甲骨文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啊，继续的黄竹状态，你可以继续的拿着。黄竹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往下去调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啊，要不要在这一个位置先止盈离场，看一下能不能转为多方带。转为多方带之后，能在多方带的位置出现止跌形态的，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啊，在这个位置当中，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反转行情当中2次进场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的情况下，那意味着呢，这一个甲骨文它还没有转完啊，它还得继续的往上去涨的，那我就继续的拿着。然后一旦呢黄竹消失确认了之后呢，我们就先走，跌下来能企稳的我们进场，没能企稳的那我们就再等等，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甲骨文。那接下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它的一些关键的价格。关键价格上的话呢，假设说你没有黄竹信号的，你就记住的一个防守位。防守位的话，你可以定到 0.191 的这个价格，大概来讲应该在140块4毛3左右，可以把它呢作为你的这一个关键的防守位。没有跌破的情况下，那你就拿着，跌破了我们就止盈离场。然后往上去看的话呢，关键的阻力位在 0.382 的这一个价格166块3毛6，也就是说它没有进行一个确认，或者没有跌破我们防守位的情况下，往上去看的话呢，它会去触166块3毛6的这一个阻力位。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甲骨文。接下来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谷歌啊。谷歌的话呢，基本上从这一个底部一路让大家拿到现在。现在的话呢，黄竹状态未确认，未确认怎么办？未确认，那我就继续的拿着啊。就说明它没有呢让我需要去离场的这样的信号，那我就继续的拿着。现在才上涨结构5，距离结构9还有4个交易日的这一个时间，那没有跌破的话呢，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那第二个的话，没有黄竹信号的学员，你就以价格作为你的防守位也行，防守位你可以定到 0.618 的位置，370块2毛5。这个价格如果说谷歌呢没有返回来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么它是要创新高的啊，因为它这里它是一个 0.618 强势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没有反过来把它跌破的，那就它呢是一波强势反弹，强势反弹它是要创新高的。所以对于这一个谷歌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一个370块2毛5可以作为我的止盈位，反过来收一个阴线给它跌破的，那我就离场。没有出现这样的信号的，那我就拿着，那就说明它还有继续的往上去涨。往上去涨的过程当中，在创新高之前有一个稍稍来讲不算特别大的阻力啊，但是也有一点，就是 0.809 的这一个位置387块3毛6啊，这里应该也有一个小小的阻力在这边，它能突破的，那基本上就直奔新高的这个价格，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谷歌。接下来给大家去讲的就是 LITE 啊，有个学员一直在问的一个股票。那目前来讲啊，我觉得它出现了一个我特别害怕的一个形态啊。什么叫特别害怕？就是你看一下啊，它今天也是一个呢高开，然后低走，形成了一个呢假阴线的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点实体的这样的一个十字星啊。前面这一个位置高开低走，形成了一个呢带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一根假阴线，高开低走都是一个假阴线。你看一下，包括这里也是一个假阴线，也是一个假阴线。你会发现 LITE 在空方带身上最近出现的所有的这一个假阴线，每一次出现完之后都有一波好大的这样的调整在等着大家。所以 LITE 目前来讲啊，它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开低走的这样的阴线，你一定要谨防它在这一个位置有没有收一个阴线给我跌破它的低点。但凡你能看到收阴线跌破低点，收阴线跌破低点，收阴线跌破低点的，收阴线跌破低点，它都会有继续往下去调整的一个需要。所以如果说有 LITE 的学员啊，以今天的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低点813块2毛5，高点868块3毛2，在这里它收一个阳线给它突破了的话，那么大概率它就会转为多方带，那没有问题。你看到这里它没有收阳线突破的，
它选择阴线跌破的情况下，那你心里边有预期啊，这一轮反弹结束了，它接下来又得干嘛？又得继续的往下去调整了啊！所以如果有 LIT 的啊，一定要给我盯一下今天出现的这一根 K 线，但凡呢它没能收阳线给它突破的，你心里边都要有预期。这个位置当中啊，接下来它又得继续往下去调整了，好吧？那接下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啊 ，LIT 一些关键的一些价格啊，假如它能突破啊，能突破它的高点868块3毛2的，那么晚上第一个关键的这一个阻力位的话呢，就是在0.618的这里，大概来讲898块1毛8左右啊，这个价格呢。它得突破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看多少？可以看到99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哈，这个位置就特别的香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 LIT 的啊，先看十字星突破的情况下，那我们看898块1毛8，再突破的，那我就可以抬高到这个价格啊。相反，它选择跌破的，那赶紧的啊，该止盈的止盈，该减仓的减仓，回来之后再接它，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LIT， 最后来看一下就是苹果啊，苹果给大家看一下啊，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未转为做多啊，就是它未确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前面给大家讲过，苹果的话呢，它在前面这一个位置啊，财报不及预期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呢放量的啊一根高量柱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上一次出现这一个高量柱形态的时候是在这里，随后的话呢，这一个苹果开始选择在这里单边上涨，现在呢又再一次出现了这样高量柱，高量柱的这样的一个高低点，它会有支撑跟阻力在，所以它低点的位置大概来讲300块钱。如果说这一轮啊，它在这里震荡的没有跌破它的低点的，那么大概率来讲啊，这个300块钱附近的位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低吸的一个价格。你看到它选择一个阴线跌破的，那基本上不用看了啊，它会去回补下面的一个缺口。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阴线给跌破的情况下，那么300块钱附近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这一个机会。那当然有一个点，我怎么知道它会不会去跌破啊？我不可能等到它跌下来了之后，我才发现啊，曾经它在这里跌破了，所以不行。重点是我怎么知道它在这里是会选择跌破还是突破呢？那这里有个点啊，现在它是一个蓝烛的低吸的这一个状态，继续的低吸，你就继续的观望，你也不用去做，你就继续的观望。什么时候看到它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的，那么这个位置就说明了这里确实来讲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低吸的机会，我可以选择在这里进场。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那我就继续的观望，说明它在这里没有震荡成功，或者说没有调整结束，它呢还会继续的震荡，或者说还会继续的这一个下探，那我就再等等，好吧？这个呢是讲到的。好吧，以上的话呢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这个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呢有问题的话，记得给 Joyc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